大家好，我是李玉杰。那今天想利用时间跟各位介绍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现在流行的用语叫人工智慧 AI。首先呢，我会给各位一些简单的例子，然后介绍一些基本的 Learning Theory 的概念，再接续的介绍3个非常基本的演算法。那再介绍 Support Vector Machine 这个 SVM， 事实上是在过去20年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演算法。然后最后告诉大家如何评估你所使用的演算法的好坏。从2016年开始 AlphaGo 就是 DeepMind 提出了一个电脑围棋可以下赢了人类的棋王，围棋9段高手，就掀起了 AI 的热潮。人工智慧或 Machine Learning 的应用不仅止于在围棋上面，那事实上在美国 DARPA 这个机构，它也投注了大量的资金在研究如何利用电脑，利用 Machine Learning 人工智慧来扮演电脑骇客的角色。那这一个超级电脑其实是在2016年在 DEFCON 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骇客年会上胜出的一台电脑。但这个 story 呢比较特别，这个超级电脑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打败人类的骇客，但是整个 Machine Learning AI 的研究其实已经掀起非常大的浪潮。我们今天想要着重于所谓的监督式学习，我们称作 Supervised Learning。那这一个问题呢，事实上是我们希望透过资料来学到一些规则。那这背后有一些基本的假设，就是你手头上我们称作所谓的 Training Data， 它事实上是来自于一个 Fixed but Unknown 的几率分布。我们常常讲说它是一个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那它是用 Independently 来产生。那我们整个学习的目的，我们的 Machine Learning Test 就是希望透过利用手头上这个 Training Example、Training Data Set， 想要去归纳、去找出一个规则。以后如果新的点进来，我们不知道它 Y 的这一部分的 information，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 Label， 我可以带到这个规则里面，我就可以去预测到底这个 X 这个 instance 是属于哪一个类别。那当然呢，这个寻求规则的过程呢，我们会有一些数学上的技巧。一般符合我们的直觉是说，如果你的猜测的值 f of x 跟你应该达到 y 的值不相等，我们就会给它一些所谓的损失函数或是一些处罚。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有一个 lf of xy， 它就是 f of x 减掉 y 的绝对值除以2。那这只是一个 example。那在 supervised learning 的例子里面呢，我们常常有分成所谓的分类问题、回归问题或是 sequence labeling 的问题。那在 binary classification 里面，在分类问题上，你那个 y 的值只有2种可能，我们用-1或1来代表。那这就是我们称作 binary classification。binary classification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通常就是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决策函数，它可以区分2个类型的资料点。那在 machine learning 里面，我们就把它称作 supervised learning。那有一些著名的演算法，包括决策树 decision tree， 包括现在流行的 deep learning 或叫 deep neural network， 或者是 k-nearest neighbor， 还有 support vector machine。那我们今天会介绍 k-nearest neighbor 跟 support vector machine。那在统计其实研究这个问题也研究相当久，那在统计就称作 discrimination analysis。那最著名的就是 FLD Fisher Linear Discriminator。那它有很多成功的应用，包括在资讯安全去侦测到底这个电脑连线是否是异常或是恶意的攻击行为。那也可以做到精准行销上面去判断这一个客户是不是真正是我们 target 的 consumer， 还有可以做到生物资讯，还有一些诈欺侦测等等。那我给各位一个例子哈，那这个是来自于德意志银行的资料集，它是透过一些公司中小企业它的一些金融资讯来判断它跟银行借的贷款有没有能力偿清。在这个 Deutsche Bank Dataset 里面呢，它有74个公司跟银行借款最后走向破产的结局，那有348个最后它都可以顺利还款。那我们可以透过 Machine Learning 的技巧，从这40个 Financial Index 里面，就是我们刚刚 Training Example 的 X part， 去找出最重要影响一个公司有没有能力偿清贷款的一些指标，像现金流量啊、获利能力啦等等。透过这些 machine learning 的技巧，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决策函数，
以后新的客户上门，我们带入这个决策函数，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这一家公司未来有没有能力偿还这个贷款，作为银行核贷的一个依据。那下面有一篇论文可以给各位参考，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我们必须给各位一些数学模型。这里我们讲 training data set 就是大 S， 它有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 X 是在描述这一个资料的样态，我们叫 X part， 通常它用一个 n 维的向量来表示。如果你描述一个人，这个 X 可以是身高、体重、年龄、性别，甚至教育程度。那 YI 指的是说这个第i 个 instance。第一个 example 到底是属于 positive 或 negative 的类别，在刚刚那个 Deutsche Bank 的 dataset， 这个 YI 可能就是可以去区分这个公司最后偿清贷款或者是破产。这个是我们手头上的资料叫 training data。那我们主要的目标呢，我们是希望找到一个规则。那如果有一个新的资料来呢，我们并没有它的 Y part， 它的 class label 事实上没有观察到。我们希望找到这些规则可以来做预测。那这有几个方法，一个用几率分布的方式去估计。我们可以想说这个 X 是你观察到的，如果我可以去估计在观察到 X 的前提下 Y 等于1的几率，跟观察到 X 的前提下 Y 等于-1的几率，我去比较这2个几率的大小。如果观察到 XY 等于1的几率比观察到 XY 等于-1的几率大，我想是很自然的，大家会去猜测这一笔 X 所对应的 Y 应该等于1。那另外一个方式是说，我可以去找一个函数，它是从 Rn 到 R 的函数。如果把 X 这个观察带到这函数里面，它的函数值是正的，我就称这个点是属于 positive category。如果这个函数值是负的，我就称这个点是属于 negative category。那各位所学过的函数里面最简单的就是一个线性函数，基本上这个线性函数呢会把空间分成2半。那你可以想象，如果在 upper half space 上半空间呢，我就可以去猜测这个点是属于 positive category， 就是它对应的 y 应该等于1。如果在平面的下方，在 hyperplane 下方，我们就可以去猜说这个点是属于 y 等于-1的 category。我想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你如果接触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你要记得我们 learning 的目的在哪里。早期的演算法通常就是希望借由一些数学的工具找一个好的 model， 它可以解释你手头上的资料，解释的最好。但是慢慢的随着人类对问题的理解，他知道说这个拿来做预测会有问题。一个 model 或是一个 classifier， 我们讲说它是 consistent， 就一致的。如果说它在你手头上的分类结果，它根据你的 training data， 它都是可以100%分对，那这我们就说它是 consistent。但是请各位记住，我们 learning algorithm 的目的呢，并不是分对你手头上的资料，我们所要看的是说它有没有预测能力。那一般呢，能把手头上的资料分对，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要的是它可以去预测未来的资料。那如果可以很准确的去分类未来的资料，我们把它称作 generalization， 就是一般化的能力。那我们的目的是在预测未来的资料，而不是在 fitting 你手头上的资料。我想这个是一个 machine learning 非常非常关键的概念。